我是听说，就是长官看了，哇，这个女生这么丑，怎么能够当我们的女主角？然后就要叫阿姨帮我换掉。阿姨很常会写讲到这句，然后括号落泪。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我觉得制作人给我的是一种成就感。因为这不是你个人把你的角色演好，是你把这一部戏整个都做好。全听你说。你居然毅然决然的就回来了，然后投资很努力的在那边招总啦，就在那边。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回台湾就这个动作。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是2013年拍回来做16个夏天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也将近有快要差不多20年吧，都一直是离开家在外面工作。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记得我跟我妈回来，然后跟我妈去吃饭，我说：“哎妈，我在坐电梯，我说妈你怎么那么白头发？”她说：“我老了，你不知道吗？”她就翻给我看，哇，里面好多好多白头发。然后我就突然一阵心酸，因为我觉得当然到了后来。我有能力了，我工作当然是为了让我的父母过更好的生活，让他们可以很开心，想去哪旅游就去哪旅游，然后开开心心的。可是我就忘了，其实陪伴是最重要的。是对，因为我2个弟弟也都在外地工作，那我从小其实跟他们是最亲近的，他们也非常非常的疼我。当然他们的生活也是蛮多彩多姿的啦。我就觉得我想要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可是。是不是我应该陪在他们身边，然后跟他们一起去创造这一些更好的生活呢？所以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比如说，我以前有1年有2部戏，8个月都在外面拍，我是不是可以回来台湾拍1部戏？起码我有半年时间可以在家陪他们。我早上去上班，然后我晚上收工之后，我还可以回到家里面。就那时候我就心里面就是有一个想法说，我想要回来台湾拍戏。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做戏了，然后正好也是碰到那个小杜，就是我这个编剧，他就跟我讲，他想要写有关于再见的故事。他说我们人生每个当下都在说再见，不管是今天这样的再见，或者是情人跟情人分手的这个永不相见的再见，或者是生离死别的再见，都是不同种的再见。他想写一个有关于这个再见的故事。我说，很好啊，很好啊。那你看看啊，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来跟我说。然后我要讲要跟遗忘有关。后来那时候遗忘的金钟奖公布的时候，我在巴黎，然后公布我们入围了3项：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然后还有最佳摄影还是灯光，没有我，我就so sad。然后就马上打电话给小杜，我说小杜，我们来做再见。他说好，我们在做再见。然后就那时候确实，我觉得我就是要朝着金钟奖去迈进的事情。所以你就是一直要第一倦鸟归巢，第二就是想要证明自己，对，在自己的家能够证明一些什么吧。得到一些荣耀，得到一些安慰，跟得到一些认同。所以这一路上回来的这个道路算是顺遂的。因为你的作品第1部戏就开始入围了，然后就得到很多的一些入围跟肯定。只是角色的转换当中，我觉得你调试的都相当的好，然后得到家人的支持。那我刚刚说倦鸟的归巢，就是你少小离家，再回来。想要陪伴父母容易吗？因为我也是很小就离开的，我也是16岁就去新加坡。我回来之后，我跟我妈住不到超过3天啊，真的吗？会吵架？他吃饭太慢，我都受不了。真的？你会吗？你还可以吗？我不会，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跟我爸妈住在一起，直到我结婚之后。我看你的资料，你讲说你的妈妈对你的管教是非常严格的。对，你小时候受得了吗？其实我就习惯了。可是我又看到有2个很矛盾点，非常严格，你非常叛逆。
就是我所谓的叛逆不是坏叛逆，对就是顽皮的那种。那都是读书时候的事情。怎样叛逆跟顽皮？其实真的很无聊。就比如说我们学校规定一定要穿白袜，但我们那时候当时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觉得穿白袜很土，然后就一定要穿，因为就是黑鞋、黑裤子，然后中间露个白袜，就觉得很丑嘛，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穿黑袜。学校就是不行。然后后来就抓到别人，如果抓到你穿黑袜是一支警告，我们这一群人被抓到就直接就是2只小过。我就是因为这些服装仪容的不合格，就是被搞到差点被退学。我知道那个时段的叛逆，然后他说要西中，对，要西中，然后你就会一进校门就折起来，你看大家都有过，一直折，然后主任抓到，哎，又是2只小过。然后我听说你还可以因为体罚，老师体罚你，你可以用你的这个3寸不烂金舌跑去告状，然后把老师搞不见了。那个是国中的时候，因为国中就是流行爱的教育，就国中是女校，爱的教育，我们学校是不可以打骂。哪一个国中？进修女中。你进修啊？对。就我那个才介绍宁夏夜市啊，就很熟，就我们的旁边。所以你去找老师也是。那老师就说不能打吗？他就拿了棍子，因为我记得好像是生物老师吧，就拿棍子打我们，然后我们就去跟校长说老师打人。那老师就没有收到下一期的聘书，讲那个小时候就是很顽念去做这些很无聊的事情。所以在读书的时候，你在学校算是一个大姐大，就是感染力从小就特别强。没有国中3年都当班长。哇哦！对，然后因为我们班长其实也没有选说能力很强，因为新生训练谁都不认识嘛，在选看谁最漂亮就选谁。就是还可以，反正都女生啦。但是说话能力就比较有权力的，就是大家都以你围绕。就也还，我记得我们那一群有10个好朋友，然后他班长、副班长、风纪股长，就是你知道一 group 全部都是一些组长之类的，所以我们没有做什么坏事，我们就是调皮。OK， 那怎么样让那个广告公司看到了你？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很流行星探。然后在路上会很多人发传单，同学我觉得你长得很漂亮，你要不要留个资料？然后我们是什么什么经纪公司的，然后就会有好的工作找你来试镜，是这样。但我没有在路上接受过这样子的被人家拦下来，是刚好我有同学就是去做这样的打工的工作，然后去找星探的工作，就是发传单，在路上发传单，但他就觉得在路上发传单很辛苦，我记得一份好像是20块吧，那个你的酬劳，然后他就把我们班大部分的同学都全部都写上去了，然后因为他真的是有这个公司经纪公司，他就给了那个公司，然后我也就真的接到电话，我是某某经纪公司，然后你要不要过来看看？我们聊一聊这样子，那我就真的就去了，然后去了就认识了我当时的经纪人，也是他带我进传阿姨公司的，就我从我的模特儿高中模特儿的时期。会被骗吗？不怕被骗吗？因为她是女生，女生的经纪人你会觉得比较放心啊，爸爸妈妈也比较放心。然后她自己本身的时候，她也是大学生，我高中，她大学，然后她就找我去试镜。我记得第一个广告是那个茉莉蜜茶的广告，然后就试镜就成功了，就去拍。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寒暑假，所以我爸妈也没觉得怎么样，所以就去拍了。然后就陆陆续续在寒暑假的时候有拍广告。你去拍广告的时候是寒暑假？是寒暑假，没有影响到功课。就有一次就假装就是在上课的时间，不是寒暑假，然后就接到了一个广告要拍摄的时间。那我妈不肯帮我请假，可是你又很想拍，就我那经纪人就打电话到学校去，假装是我的家长，然后就说家里有事情那样子。后来呢，结果隔壁班同学不知道为什么打电话到我们家说为什么我今天没来上课，然后后来就回到家，而且那时候有化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卸妆，因为那时候才高中生，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我就以为去那个厕所，然后用水洗一洗。就干净了，然后回到家就已经晚回家。比如说我4点20放学，我基本上大概5点要到家，我那天可能6点多到家。我妈说你去哪里？我还说我去图书馆读书啊。妈啪！我长那么大都被我妈打过这一巴掌，然后就真的打了我整脸的妆。对啊，满脸的妆了。我去图书馆读书，自己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很好笑。就对，这就是我一个比较惨痛的经验。
然后还听说你那个谎话，还有说自己的一个外公，不是外公，是我爷爷。但因为我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哇，你那一巴掌得挨呀，就是那一巴掌得打。但我妈不知道什么事，不知道我用什么方式请假的。然后我要想知道，再问的就是《华灯初上》，因为获得了很好的反应跟回响，所以之后你就做了2个综艺实境节目，以那个《华灯初上》那间店名光为一个综艺名称，一个谐音，就是光干嘛就很忙了，光怎么，我们的是写光圈就很忙，然后中间填空嘛，看你这一季的主题是露营还是开民宿，开民宿就会一直开门关门开门关门，这个是谁的 idea？这你说光系列名字就是把它延续变成综艺哦，这是我想的啊，因为那个时候我本身很爱看那个韩综。然后韩综不是很多这些像一日三餐呐、慢生活，或者是去对慢综艺啊这一些的，我觉得非常的疗愈。虽然你也没看到他们干嘛，他们就是一直在煮饭，然后今天煮完第一餐就看下一餐弄什么。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就是那个 COVID 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们3级警戒都在家里面，然后也不能出门，然后就每天都在看电视。后来就想说，哎，因为我们其实光里面的我们这7个小姐。私底下都蛮好的，我们1个月会有1次的聚会，就在疫情之前，然后就大家东聊西聊。但我们拍戏的私底下也都是一直在聊天，然后聊的都很多很好笑，其实就是也不太上得了台面，让人家知道的那一些秘辛。我就想说，哎，如果我们这几个小姐一起来做一个实境节目，应该会蛮好玩的，会有很多不一样，因为不是像我们。戏里面的每一个什么哈娜、Yuri 啊这样子的形象给人家，就是以你真正你本身的性格去在于这个实境节目当中，我觉得应该蛮有趣的。然后我就在想，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就先跟电视台他们提说，我有想做这个实境节目的这个想法。那他们当然知道说，我可以把那个光的小姐都一起请出来做节目，对他们来讲，这应该还是蛮加分的。然后就跟小姐们讨论，有一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说，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实境节目，好吧？然后大家就七嘴八舌想说做什么，也有说开咖啡厅啊，然后也有说开酒吧啊，然后还有说露营。我说，哎，这一群感觉好像就是什么都不会的小姐们，在野外生活应该会是蛮有趣的。所以就以这个露营为开想。所以你就是说，做这个综艺的这个概念是7个姐妹聊天聊出来的，但是整个执行把它勾勒成一个那个我们叫做什么有梗，有单元性的这些有策划吗？你说执行吗？对，执行是有专门的执行公司，专门的制作公司，你就丢给了一个制作对制作公司，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跟这样子的概念想法，然后。看看可不可以做出一个什么样子的企划案出来。那这个光系列你又是制作人哦？对对对。你这个制作需要做些什么？就是把人找齐啊，就大家都一定要 OK， 因为牵扯到公司同不同意，对，所以要跟公司去沟通，然后还有。大家档期，因为我们就是3个月的9月，我记得我们是去年的9月到11月，就是这3个月的档期，然后所以不是每一次都看到我们6、7个小姐在一起，有时候是2个、3个，然后加上一些参与过光的演员们一起来那个加入。所以他在整个综艺片里头，你们的那个实况节目，他有没有一些剧本或者是一些特地安排？没有剧本，我觉得我的。尴尬的点在于，我又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我又必须知道很多事情，所有的事情，但是我同时又是参与这个实境节目的演员，我又不能知道太多事情，对，所以我们只有开会，我知道大方向，然后这一集每一集去哪里，但所有里面他给我们的内容、挑战跟关卡，这我全部都不知道，我就是跟他们一样，就是在节目的当下，有时候。制作单位会突然，我们信箱不是一响吗？一响就是有一些任务，就是我都是跟大家一起知道这些事情的。所以现在目前对你来讲，综艺跟戏剧，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难？当然戏剧难。我觉得没有，我知道。对我来讲，可能就是一个校外教学，一个课后的一个小的。活动，但它真的，它也不是我的主业啦，就是去插花玩一下那样，斜杠一下。是啦，因为戏剧它本身对角色揣摩、事先投入各式各样，然后剧本，那因为
我们这个实境节目，所以它当然没有剧本。可是制作公司要有很好的企划案，才不会让人家觉得看得很无聊。但是你会不会怕说这些演员啊，把这个角色拉出来现实生活当中，他就回不去了，大家就看到那个真实的他，所以就不能太多，不能太多啊。我自己觉得差不多了。他这个有时候会不小心伤害到演员的受。因为我觉得演员还是需要给观众一些神秘感吧。然后你老是让人家看到，比如说大家看到我很笨的样子，什么打羽毛球又拍到自己的头啊，然后球又在我手上破掉，然后突然我演一个很厉害的律师，人家想跟你本身不太，所以我觉得演员是需要给观众一些想象空间，所以不能太裸露的暴露在他们的面前。现在演员就是综艺参加太多，或者是开直播带货。这些都很危险，要很小心的去选择之后自己的一些演艺道路。对啊，所以说实话，就是实境节目对我来讲，真的只是一个校外教学。所以到目前为止，你有很多的这个身份，先做人家的女儿，然后又做演员，然后又要做妈妈，又要做老婆，又要做什么导演，这就太多了。我觉得你人生这么多个角色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我最喜欢当人家的女儿跟当人家的妈妈，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真的，因为我自己有了女儿，我才知道，就是妈妈对于女儿的那一种爱，其实就是无止境的。听说你很疼女儿，这个是也不用。听说你跟朋友讲话的语气跟女儿讲话语气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今天可能真的，哎，宝贝，怎么啦？就瞬间转换。然后还说，我还听到你说，你觉得你很遗憾，觉得太晚生女儿了。对啊，会吗？会担心这些吗？可是是你在最成熟的阶段，是财富自由、时间自由，对，刚刚好。然后你有这个智慧去领导他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候。对，我各方面的条件，包括我自己本身都是非常的充足的时候，也非常的成熟。但我就觉得太晚，是因为我跟他差了40岁。我每次我从生他第一天，我就想说。他20，我都60了，然后我就哭了。你不会老的，我们现在人很难老。对，现在而且真的，现在人其实就是不显得像实际年龄的这个样子，但是你真正的归根究底，就很实际的去想，确实就是有这么大的差距啊。然后我也很想要，我真的不想要他跟我一样等到40岁才结婚，但是我都80了，我还看得到我的孙女吗？所以你对女儿的那个无穷无尽的爱，会是一种天然的一种宠爱，尤其女儿嘛，宝贝。那对女儿以后有没有想过说，她会不会想要走进你同样的走这一行啊？对，我不会。我会尽量打消他这个念头。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出道的那个圈子，还跟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都还相对来的单纯，因为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然后不是现在很多人就是我们所谓的键盘侠。就在背后对你很多的网络霸凌，他今天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可他就可以一直讲你全家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到现在，即使我都不见得能够真正的去接受，你只能说不要看就算了。但你真的看到，你还是会觉得很生气啊！你就觉得谁不是人生父母养，为什么要这样被你骂？而且我都不知道你是谁。对，那我怎么舍得我的女儿去经历到这些？而且等她长大之后，也许更夸张、更严重。我当然希望我女儿有足够的抗压性，可以去面对很多未来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尽量避免让她去走这个路，因为这也是我们走过的路。我觉得没有这么的好走，也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那么的幸运。像我一路上有很多的贵人的帮助，我宁愿她当个普通的人。他如果喜欢音乐，他可以去弹钢琴；他喜欢跳舞，他可以去当舞蹈家，但不见得要走演艺圈。尤其最重要的就是他永远无法摆脱的星二代，已经是他一直生下来就被注视的那个光环。所以你只能尽可能在现在的时候一直保护他。然后长大之后，对啊，有一天他总是要引导他，对他总是要长大嘛，但是就会尽量的就是往另外一边去走。
但我现在当然讲得很坚决啦，我说我绝对不想让他走这一行。可是如果他以后真的怎么样，那也是他自己的命，他也不见得能够是听从我们的。你会怎么样去尽量的保护这一点？比如说不让他看爸爸妈妈是艺人，他现在知道你们是艺人吗？他有说你们是明星吗？但我觉得他是知道明星，可是他不知道明星是什么。他只知道我就每天妈妈在上班，就是在电视上上班，或是有时候看到我的广告啊，公车的广告，哎，妈妈你在上班？我说妈妈上班在干嘛？卖房子，因为那时候我可能是房地产的广告，卖房子。现在你在卖冷气，这个类似就有一点那个像那时候明顺跟我讲的。他的儿子，他也知道他爸妈就是明星，但是不知道干嘛。对，但是他觉得外面的人就应该要认识我爸我妈，所以他也是带他儿子去超级市场，然后他们没看到他讲，你不认识我妈妈，我妈是范文芳。他就觉得应该的啊，怎么你们不认识他吗？他们没有那个概念是什么，但他就觉得对大家都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带他出去一些艺人姐妹朋友的聚会，一定会有光环呐，然后很多人看你啊，林心如啊，或者是你的老公啊，你们抱他一直被那种聚焦，就觉得好像出去大家都应该要看我，然后出去都是一些阿姨、明星这些。对他有时候就是，如果我们有时候出去在外面带他，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观众想要跟我们拍照，然后我们就跟人家拍照嘛，他说我也要拍。我说你不能拍，把他推远一点，他就以为就是拍照嘛。为什么爸爸妈妈跟别人拍照，然后他也要一起拍那样子，然后就把他推很远那样。所以你会保护得很好吗？你会不会如果有路人不小心拍到他，或是你知道有人偷拍了，你会客气的跟他讲说麻烦会曝光他？就是很客气、很礼貌的请别人就是尽量不要拍，不是尽量就不要拍小孩。所以到现在他一切都还是在你的一个非常顺利的保护范围内，就是尽可能的保护。但还是有狗仔啊，这些还是有拍到，所以都有模式在来。因为现在未成年其实这是儿少法都必须要打马赛克。那你现在的这个教育方法跟对他未来的规划，跟老公都是达成一致的吗？基本上是，因为我其实也是什么都让他学，比如说学跳舞啊，学钢琴啊，中文啊、英文啊这些话都学，但是我没有特别的强迫他一定要。专注在哪一方面？因为我不想给他压力，我想要让他自己去找出他的兴趣。比如说他今天弹琴啊，弹得很好，我说那你要不要再继续多学一点怎么的？他如果愿意，我就让他多学。但他如果说不要，很累，每天下课还要弹琴什么很累，那我说那没关系，我们就做别的事情。你觉得他比较像你，还是比较像你老公？个性吗？都可以，个性或者是他长得就是猛一看，他的那个神韵比较像他，但他其实笑起来的那些很开心的感觉跟我很像。小酒窝吗？有他的2个啊，跟你一样。我们2个一人一个，他2个，刚好拿回去。对。然后个性呢？个性会像你一样吗？外表的柔弱，内心的坚强。哦，对，外表很女生，但他搞笑起来也是很搞笑。然后他个性其实也蛮像他爸，是摩羯座。有时候对于他自己的一些东西，他有那种莫名的坚持，就他拗起来也很拗，那就算了，小孩嘛，我生的能怎么样呢？你就深呼吸，然后再慢慢跟他聊这样子。所以现在进入了阶段，我觉得一切都完成的都很顺利，就是做人家的老婆。在做老婆的这个角色扮演上面，家庭当中也是大姐大，你说了算吗？没有，我们家是很民主的，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拿出来讨论，然后共同讨论跟沟通才出结果。那为什么在结了婚之后，我们就很少看到您的老公出现在荧幕前？是他个人的选择，还是你说他拍戏是不是？对。正好他那时候最后一个拍完，大约在冬季之后，我就换我拍戏，因为我们2个有一个默契，就是2个人只能有1个人离开家里，就是一个人要在家里面照顾小孩，然后1个人出去工作。所以他那时候拍完，大约是冬季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去马来西亚拍那个 Miss Andy， 就我也走了大概1个多月，然后中间又有一些反正就休息啊，一些其他的穿插的活动之后呢，
疫情就来了。然后疫情就来了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去内地工作，因为那时候必须要隔离。他平常如果去拍戏的话，他可能2个礼拜10几天，一有空档他就回来陪女儿，陪个3、4天。可是那时候不可能啊，你一隔离就2个礼拜，然后你又要拍戏，再回来隔离2礼拜，所以那时候他就决定好好的陪伴女儿，因为正好是女儿开始上学的时候，他每天就是接送她上下课，然后再去运动，他自己再去运动，你确定吗？因为我就想问你，就是说有时候，因为他后期有一段进入很神秘的状态，然后你也很少消息，因为没有作品还什么的，然后看到每次狗仔偷拍都说他有大肚腩，没有，他从来看过，有看过，那些好像都是以前的照片。他是很喜欢在路上到处走的，有点像台北 Walker， 你知道吗？就是到处走啊，然后晃一晃啊，骑脚踏车啊什么的。那有时候可能被捕捉到的突然的一个画面，也许就是你没有站得那么好，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没有这么完美的状态，然后刚好就被捕捉下来。但是他实际上他都没有胖过。那就对啦，因为我们看到他跟你在华灯初上演出的时候，整个状态还是以前的霍建华。对啊，很好，就没有说特别的已经改变了或什么。他运动的很多，他现在打拳击嘛，他1礼拜5天，一次都1、2个小时。哇哦，然后他跟你在演华灯初上的时候，我觉得很虐，你知道吗？他一见到你不是打你就是掐你，掐我，对啊，用枪指你，这个恐怕是你们婚后第一次的一个同镜的。我们从《倾世皇妃》之后，我们两个就没有在一起拍过戏了，对，将近快10年吧。第一场戏在那边等戏，不是等戏，就是打光什么，两个看就想笑，不，好怕笑场。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这部戏是你制作嘛，是你去约他的吗？跟他讲，哎，对啊，要来拍我这部戏。我说你要帮我演一个角色，拜托。求他这样子，然后他就出来演。因为他找我做弄这个戏，弄了很久，然后花了很多心思。他就说：“我当然一定要支持你啊。”片酬有折扣吗？没有，本来说不拿钱的，我还硬塞给他。哎呀，太幸福了！因为他几天而已啦。然后你们在拍戏现场有沟通吗？还是又回到10年前的那个专业的演员样？忽然跟老公对戏了？还好哎，可能就是那个演员本身的那个专业度吧。对，我觉得有时候你到了片场，看到摄影灯，你衣服一穿上，你就不是林心如啊，你就罗宇农啊。而且你还在拍《华灯初上》的时候，他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出现了，就是他去读书。成为了一个学生，他完成了他当年提早出道的那个没有好好读书的一个遗憾，就提早出道嘛，没时间，所以你还去读书，是在一个什么机缘情况下读书，而且还得了一个最佳学员奖啊！其实要感谢我的学姐徐若瑄，这样说，她先读的，她就在读世新，然后那个硕士班嘛，上海硕专，刚好。在他要毕业的那一年，他说：“哦，我终于要毕业了。”我说：“好玩吗？你读这个好玩吗？”他说：“不错啊，你要不要来？”我说：“我自己算了一下，我好像接下来没有什么要拍戏的工作，也不是太重的一个工作量。那我就1个月飞上海上课1次几天，我应该是 OK， 还排得出来，而且。”修的是那个大众传播，就也是跟我自己的职业相关的，所以我才会有兴趣。再回去校园你觉得你真正得到的是什么？我觉得有一点，人家都说学以致用，那我觉得我后来我是先用了之后再回去学，我觉得反而是把我的一些实务经验印证在课本上面，我觉得蛮有趣的。我觉得对呀，这跟我们工作的内容啊、方式啊什么的都一样。我觉得这是学一些更学术上的东西，但是也是在于实务上非常有帮助的。其实，在你人生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比较挫败的？比较挫败啊，我觉得应该就是一开始是真的，我觉得没有好好的完成学业，是我一个蛮大的遗憾。就高中毕业，而且我也觉得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人读书没开窍？你现在你是出了社会学以致用嘛？对，刚好也开窍。对，读什么都读得进。小时候读书很痛苦，就是为了成绩而读书。对，因为你那个附带的压力跟条件，跟那个时候所面对的只有学业，没
没没有钱其他的，对，嗯。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给我们很多现代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很多已经像我们这个年轻人，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就是还是可以再回到校园，就是人活到老学到老。对，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现在台湾很多那一种社区大学，都是一些阿公阿嬷他们去上的。当然，他们除了去上学，可能也交差不多年纪或者是比他们更小的一些朋友，但确实学到了，也是一些蛮有用的一些学识上面的东西。是，你接下来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的人生从来没有给自己订立过什么目标，我没有说我几岁要干嘛，几岁要干嘛，我就是很顺势而为，然后我也不会给自己设限太多，也不会给自己设定太多。尤其到了现在，我40几岁，然后我觉得我的工作也都做得蛮好的，然后我也很满意我现在的生活跟状态。我也不会是说为了做戏而做戏，我真正做的戏就是一定是我很喜欢，然后最多的就是从零开始的这种是我最喜欢的。你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完全退居幕后？也是有这个可能啊，但也不见得退居幕后，就可能就什么事都不做啦，也不一定要觉得你做幕后啊。会退居幕后，有没有什么特别你想演的？妈妈桑你已经演了，你说这个是你 talk 出来的一个想要演的突破角色。还有什么？想演喜剧，真正的比较正规的戏剧的那种的喜剧，轻松一点。那个是轻喜剧，你不是想要那种爆笑喜剧？不是，我可能那个我还好。OK， 你有没有特别还想要合作的对象？对象吗？我真的还蛮想再跟明顺哥再合作的。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机会。为什么？他的演技真他好，我觉得他演什么他很烂。为什么？他做什么就得什么奖。对呀，很烦他。我觉得他演什么像什么。我今年跟他打那个最佳主持人奖，我差点6连冠，就是他就去我们新加坡一个岛上煮菜，得奖。我气得我拉队来台湾主持。那你也会得奖，你也会得奖，你也会得奖。好，那请问心如，你压力大的时候，通常你都会做什么？发现？跟朋友聊天，然后出国。好朋友是谁？我的好朋友啊，都会跟是谁？圈华圈的，蛮多的，像Vivian徐若瑄是我好朋友，前2天才跟她吃饭，然后还有徐慧宁啊，景华呀，你们都是只聊天而已吗？还喝酒啊？听说你很爱喝酒。小酌。我其实知道我自己喝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我不行了，我就说我要回家。通常就是几个姐妹。几个姐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比较喜欢在家里面各自就是看看朋友家或者是我家自己在家里面喝。第一个也安全，然后再来是你也不用去想有人偷拍呀或什么，你喝醉你也不怕失态。你在你孩子面前喝酒吗？还是你跟他讲喝茶？没有葡萄汁，葡萄汁，就是这是酒。就是爱小酌是吧？吃饭的时候会，我们俩在家跟他爸吃饭的时候都会喝1小杯这样。OK， 好，所以这一次我们节目制作组呢，也因为你送酒还是有开酒，这个是我们新加坡谢谢你坐开，小心，新加坡自己产的酒，真的吗？就很特别。新加坡产酒，对，然后这是什么 ？Tequila，Jim。好厉害，一看就知道什么。那本上他有写哦，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浓的感觉。喝 whisky 的吗？whisky 有比这淡吗？这几度啊？42度，高，很烈42度，那跟 whisky 差不多。我真的很感谢你这一次能够我们来台湾，然后你很爽快答应我们的这个访谈，因为访谈本身就是一个会进入深度跟沉闷的一个聊天。不沉闷，好有趣哦。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是破天荒，我是我们电视台第一个访问到林心如的人，我觉得我很光荣，我们的全听你说非常的光荣，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这几度啊？心如，你不能推那么远去看。我的妈呀！找不到。心如，没有，我在看在哪里？我懂，你在狗干
那个我们可以剪我掉。们是一样的人，所以突然，但我真没有看到哪里42度。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